化研究中心主办的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讲座。那么我们已经上个学期有沈志华教授来讲过，那么这个学期这个林云辉教授已经讲过。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这个高华教授。高华教授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那么这个学期他在中文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高华教授的论著非常多，那么因为时间关系，他还有第二场，所以我这一次不介绍他的全部著作。但是有一部著作一定要提一下的，就是高教授的成名作，引起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我们这里是科技大学，在座有很多科学家，有很多学科学的同学。大家当然知道，这个太阳是不会升起来的，只不过我们人类每天早晨随着这个旋转的地球，卑微的抬头仰望的时候，错觉的以为太阳一轮红日在冉冉升起。但是在1940年的延安时代，东方红太阳升不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的错觉。所以高华教授的大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用萧功勤教授的话讲，描述的是20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残酷的美丽。到了1960年代中期，东方的红太阳已经升到它的最高点，亮的扎眼的红色光芒笼罩了中国大地。于是我们中国有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亲眼见证了这种残酷可以如何美丽，这种美丽可以何等的残酷。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太阳为什么会这样红，美丽为什么可以这样残酷，红太阳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它的旅程。所以我们现在听听高华教授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诠释，欢迎。刚才吕教授讲的那么他希望我能阐释能解释那样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我真的不敢当了我只是从我自己的研究，从我所接触的历史资料谈一点自己的看法那么也和同学们和各位老师如果我们下面留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是毛泽东和文革的发动那么我要谈的这个文革发动呢，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再一个呢是文革是怎么发动起来的我认为呢，文革它是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因素，也就是我这个大纲上提到的一个呢是集中体现了他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点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认为他在文革的前夕已经大权旁落，他急于追悔。那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呢，我认为在文革的全部过程中间，特别是在它的初期，是紧密的缠绕在一起的那么我现在开始就展开我今天的这个报告。我先说第一个因素，就是文革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所理想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现在要谈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通过历史资料可以看到，也就是在毛泽东的50年代以来的，特别是50年代后期的言论中间，
尤其是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呢，对他的这个理想有所描绘。我认为呢，这就是一个所谓一个高扬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所谓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平等的关系，摆脱对物质的追求，思想不断纯化的这样一个新的天地，这就是我理解的毛所理想的社会主义。那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实现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那么我觉得是有毛的2个概念可以概括。第一个就是大抓阶级斗争，第二个就是斗私批修。所谓大抓阶级斗争，就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不断的提高公有制的含量，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不断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么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因为毛主席搞斗争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思想上的学习、思想上的提高的，所有的斗争都是有一个具体目标的，有目标的那么这个斗争的目标，在50年代以后5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的在60年代以后就更加清晰斗争目标是2个目标，第一个是所谓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个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毛主席为了实现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要进行斗争的2个具体的目标。那么这2个目标在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1966年5月的所谓516通知和1966年8月的16条这2个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间都明确地指出，文革就是要打倒走资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讲得很清楚。那么我想毛主席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对公有制的这样一个强调，对市场的排斥，应该说是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毛泽东对走资派这个概念的创造，应该讲是一个创举走资派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路以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1966年初66年文革开始，他认定走资派是属于敌我矛盾。所谓走资派，就是用当时的词汇讲，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阶级敌人这是敌我矛盾。但是演变到2年以后，毛泽东在走资派这个概念上开始后退，他换了一个说法，说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所以走资派是毛的创造，但是在走资派问题上，他到68年以后有所后退但是他在对资产阶级所谓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这个看法是一贯的，是一致的。那么严格的说，毛对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这个判断不符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一般都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判断阶级它的依据是应该根据它占有生产资料多少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思想意识来判断。那么这个问题上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1958年，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开始基本上把知识分子全部划入资产阶级这是为文革的提供了它的一个来源。那么到了文革文革前夕老人家把知识分子，不管是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是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建国以后在我们的大学里培养的知识分子，以及在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一概打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框架里面。所以全部是要一锅端一锅端。那么1966年文革初期，红卫兵给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很有名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了一个字叫池深王八多那么毛主席在1966年的6月又给北京大学一个称号，称之为反动堡垒。反动堡垒。那么这里我们也没有时间展开
就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消极性的、否定性的看法，特别是对人文类知识分子的反感和排斥，流露出的是一种比较强烈的反智主义的情绪，反智主义情绪。那么下面我要讲，毛泽东发动文革，他一定是对当时的中国不满意，对当时的中国的情况不满意。那么1960年代到底是有哪些事情使毛主席不满意呢？我想，首先他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是非常不满意。那么他特别不满意的是刘少奇在60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他认为刘少奇幼了，那么事实上刘少奇是正确的，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我们知道6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困难，过去我们通常称之为叫3年自然灾害，今天呢我们可以称它叫3年严重困难时期，严重困难时期。那么从当时的资料看，毛泽东也亲自参与领导部署了全国的救灾救荒的工作，而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更对政策的错误导致的百姓的这个生命损失感到很深的愧疚，也就是60年代初的特大的困难导致的我们的特别是农民数千万农民的生命损失，用当时的词汇讲叫非正常死亡，这些领导同志是怀有愧疚感，因为他们都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是一个太大的事情，那么在这个非常困难的形势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努力的恢复常规，恢复秩序，挽救国民经济，特别是把毛泽东搞大跃进的那一套，毛泽东搞大跃进的这一套就是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这就是所谓大跃进。把这一套呢给他束之高阁，没有进行批评，但是给他挂起来，束之高阁了，那么或者悄悄的对大跃进的这一套做了转换。刘少奇呢在60年代初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我这里要讲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中央实际上是这4个同志，这4个同志呢，他们呢在这一段时间对内开始调整国内紧张的关系，这个紧张的关系就是50年代以后57年以后不断提高的那个阶级斗争，就是对阶级斗争开始降温，这里我们可以做个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新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基本上在毛主席时代是每年每月都有运动，但是唯一没有运动的就是61年的下半年到62年的上半年，1年不到时间，就是经济特大困难的达到危机的顶点的1961年的下半年和62年的上半年，1年不到10个月左右，这10个月国内是唯一的没有搞运动的这10个月，那么我想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内调整阶级关系，特别是安抚工商业人士，就是那些所谓资本家，安抚知识分子，那么给被打成小彭德怀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国几百万干部平反，对外，而且开始希望和苏联缓和过分紧张的关系。这里我们要提到1961年是中苏关系得到缓和的一年，1961年这里还要提到一下，就是1961年的年底到62年，刘少奇甚至默许对57年被打成右派的右派进行右派甄别的试点工作。这试点工作在全国只有2个地方进行的，一个是安徽，一个是山东，全国这2个地方进行了试点甄别，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对反右的扩大化进行甄别，这是在国内政策方面。对外政策方面，一个是调整和苏联的关系，
在反修的问题上调子降温。再一个呢，减少过量的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当然，刘少奇等人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当然我们都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他们对当时的特大的困难给他的解释叫做3年自然灾害，而且呢还有一个解释叫做苏修必在，苏修必在，这是2个经典性的解释我记得我当时是小学生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肉吃，没有肉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肉都送给苏联还债去了这是一个当时非常经典的一个叙述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我们困难，一个是自然灾害，一个是苏修必在那么我想刘少奇为了照顾毛主席当然同时也是和他自己也有关系了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7000人大会上他说彭德怀给毛泽东的那份信没有错彭德怀的错是里通外国我想这个里通外国完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他这样说无非是告诉大家彭德怀是不能平反。那么刘少奇本来是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甚至是为毛主席在大跃进中间的一些错误进行开脱，当然也是为他自己开脱但是他这样做已经把问题搞得曲曲弯弯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气壮。他以为毛主席会领他这份情，谁知道情况并没有他想的这么简单。毛泽东对他非常不满，在62年初就已经非常不满，因为在毛主席看来，中国出现的特大困难就是这3条，一个自然灾害，苏修必在，最多加一条我们经验不够，交了学费交了学费。那么有一点损失不算什么关键的是6亿5千万人口的中国绝不能松气。当时我们中国的人口是6亿5千万，成绩和错误相比，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是1个指头，这是非常经典的毛主席的9个指头1个指头论这是多少年很有名的一个判断。那么我觉得和刘少奇相比，毛泽东是一贯性到底，绝不松口，绝不松口那么刘少奇呢有点不一样。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他在大会上他说搞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为了保持和毛主席的一致，他在7000人大会上并不是像我们今天大家知道的刘少奇支持抱残到户，不是的。刘少奇公开言说都是说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对下面搞责任田搞抱残到户，他采取的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是用这种方法的那么当然我们理解刘少奇这样做这样说都是有难处的，因为在他的上面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样的强势领袖而且多少年的积左已经是我们的基层干部，我们的广大中高级干部思想上的这个所谓左的东西积重难返，转的弯子不能太快但是刘少奇这样公开说的和自己实际做的不一致，就使得他自己进退失据那么就在这前后60年代初，又有一些更敏感的事发生了使毛主席感觉到受到更大的伤害。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就是1961年4月发生的叫录音器事件那么这就是文革中间我们一些年龄大的老师都会有印象的，就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就是窃听器事件。1961年4月，毛泽东发现在他的专列上以至于以后他进一步的怀疑，在他所有的生活和工作过的那些地方都被安装了窃听器那么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极大的伤害那么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个特点这是老人家有个特点，很多年前就有人就看出毛主席有这个特点，
就他在情况不利的时候，毛主席会忍，他的忍功比任何人都高，忍啊，他忍。1961年4月的这件事件，毛主席老人家并没有立即发作，虽然极为愤怒，但是他只是处理了几个具体的工作人员，啊，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杨善坤同志还是做办公厅主任，啊，基本上都不动。老人家批评了一下子以后，就这件事故意把它忘掉了，啊，但是这件事他一点都没有忘。这件事使他产生了一个，就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想模仿赫鲁晓夫要做秘密报告，啊，就是他对这个方面的这种警惕性大大加强，啊，当然老人家都知道，在1962年上半年的这个7000人大会以后，全国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材料，在1962年上半年7000人大会以后，在国内的一些省市召开的党代会上，居然都有党员同志在会议上公开的发言，要求中央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啊，这公开的，不是私下的，是公开要求为彭德怀平反，啊，当然，这里还要提到文革初期为什么要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啊，邓拓同志搞的那个三家村杂技，啊，夜山夜话，确实是针砭时弊的，针砭时弊的，啊，我记得印象很深的那个夜山夜话里面有一个就是对那些吹牛皮放大炮的人应该怎么样呢？邓拓写道，应该准备一盆狗血，再准备一个橡皮制的一个大棍，当他吹牛皮的时候，就把这个狗血往他头上一倒，再用大棍子对他头上猛击3下，啊，这些文章是针砭时弊的，啊，那么这些东西都被毛泽东主席所发现，啊，这里要提到江青，江青自称他是毛主席流动的哨兵，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看若干报刊，把主要的信息向毛主席汇报，啊，那么我刚才说了，62年的有很多同志公开循正常渠道要求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又出现邓拓之类的这样的一些针砭时弊的作品，啊，那么还有窃听器，啊，再加上1962年8月，少奇同志，早不出晚不出，当然是毛主席劝他的，毛主席说你应该出刘少奇选集了，刘同志呢，居然也就同意了，所以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在62年8月1号正式出版，所以全党开始学论修养。毛主席遭到了建国以后应该说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大的压力，刘少奇的威望急剧上升。当然几天以后，5天，8月5号到6号，毛主席就反击了，只有几天时间，老人家就开始做出一个回应了。我想说，在这个困难时期，老人家面临的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压力，但是他采取的方法是硬着头皮顶住，那么所谓硬着头皮顶住，在当时的这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下，毛主席还是没有办法，那么在7000人大会上做了几句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大家都会听说过的，毛主席说，谁要我是中央主席呢？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位就是我，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谁要你让我当中央主席？谁要我是中央主席呢？所以他做的这个，他做的这个自我批评是做的，但是当时就有参加7000人大会的同志说，私下里对主席发泄不满，说毛主席的这个自我批评一点不深刻，因为他对别人批评从来都要求非常严的，除了要现实表现，还要挖思想根源、阶级根源等等等等，但是他的这批评两句话，但是不管怎么样，老人家毕竟是下罪己招了，下罪己招他对罪己招这个问题是看得非常重的皇帝是不能做自我批评的。1956年，胡志明主席到中国来，胡主席向毛主席请教一个问题因为胡主席大家知道他的中文非常好，他会用古汉诗来写诗的那么会写古汉诗的。胡主席说，我最近越南北方搞土改搞的这个有问题，犯了很左的错误，我准备向全国人民做自我批评。毛主席告诫他，皇帝是不能下罪己招的，下罪己招是要亡国的。所以胡主席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
把长征同志，年龄大的一些老师可能会记住，越共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叫长征。长征同志是56年的越共中央总书记，把长征同志推出来，让他承担领导土改的错误，提拔南方的李隼同志接任长征做总书记。他这个背景就是胡主席本来要做自我批评，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其实越南北方的土改今天我们这里没有时间讲，越南北方的土改是在中国代表团工作团的指导下进行的，完全照搬我们的特别是北方的我们的土改经验，所以搞得很过火这里不说了。那么我这里要讲，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这是对于老人家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难得的。但是他内心是不悦的，很不高兴。以后他说过很多关于7000人大会的话。江青也说过这样的话。江青说，从7000人大会开始，我们就忍就是江青反映的也是毛主席的一个看法了一个感受了。那么忍了半年，形势真的是好转了，形势真的好转看到形势好转已成定局，1962年的下半年，毛主席决定反击，开始反击。他的反击也就是重谈阶级斗争。我们大家都记住，毛主席在1962年8月发出伟大号召，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接着又提出一个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遥远的这个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是62年的8月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刘少奇对毛主席重谈阶级斗争是怎么样个态度呢？我想刘少奇是没有办法不接受。为什么？因为在共产党内，从1957年开始，谈阶级斗争是正统，不谈是修正主义，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基本主旋律。刘少奇同志也就是刚才我讲的61年的下半年到62年的上半年的1年不到的时间，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宣传。这里还提一下这个时期少奇同志为了安抚全国人民特别还从香港进口一些左派电影，就是反映小市民的电影因为经济很困难，让老百姓就是暂时忘记肚子上的那个肚子上的一种紧张感吧，看一些电影可以缓和一下这都是非常的做了很多工作就这时期的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非常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文化上的就是做了很多调整。我讲的就是经济困难时期那么我刚才说，少奇同志也就是那一年不到的时间淡化阶级斗争，所以经济形势好了，毛主席又提出来要搞阶级斗争，刘少奇只能接受，但是他向毛泽东进言，希望重搞阶级斗争，不要影响到经济调整那么我想毛主席在1962年夏天8月到9月又开始出来了他这次出来不完全是空的讲阶级斗争，而是具体重点的打击了几个领导同志。这几个领导同志我们今天都会知道的有几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是党的元老，从1949年到1962年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统战部部长在8届十中全会上被罢免。李维汉同志的罪责就是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就是对工商界和知识分子执行了投降主义路线，这把他罢免邓子恢同志是公开的鼓吹三自一包，现在把他罢免。党内的还有一个老同志，就是所谓王家强同志，他提出对外援助应该适当，对苏联关系不要搞太紧张这个同志呢，也在1962年的8届十中全会上被罢官还有其他几个同志。那么毛主席搞阶级斗争不是空的，是马上就处理几个同志。那么这也是给刘少奇的一个警示。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处理的这几位党的重要干部没有说一句话，而是跟着毛主席一阵批判是跟着老人家一阵批判的。那么当然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同志的这样的表现，在这个会议上对刘少奇有所敲打
没有点名，有所敲打看到他刘少奇同志呢迅速的跟上毛主席的步调，也就暂时放过了他，就是在1962年的10月，就对刘少奇就开始给他一个再考察一段时间再考察一下。那么我想最主要的原因了，1962年为什么这个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虽然有一点温和的批评，但是呢基本上没有对他有太多的批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刚刚经济才恢复，党内不宜有大波动而且刘少奇的威望在1962年的下半年非常高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背景下，毛主席认可刘少奇同志的还继续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但是从62年的10月、9月、10月开始，毛主席对我们国内的形势做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越来越严重的判断我这上面也写了，比如说他认为全国城乡出现了严重的反革命的什么资本主义复辟，他甚至非常严重的提出全国1/3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判断。1/3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那么这个1/3政权在谁的手里呢这非常严重1964年2月北朝鲜的金日成主席到北京来访问，毛主席和金主席又有一个谈话，他说他做了分析，他说在中国搞各种破坏活动的坏人有多少呢？有1000万人他告诉金主席，他说他算了一下，在6亿5千万人口的中国，这种坏人占了1/65他说65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坏人那么继而毛主席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极大的反感那么他提出几个重要概念特别是叫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那么以后又提出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又批评卫生部是陈氏老爷卫生部，他批评文化部叫帝王将相部，死人洋人古人部如果再不改牌子就换就换这个牌子挂出去非常严厉。我想毛主席的这些批评是一个激愤之词这个激愤之词是对当时形势的一种过分的反应，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对刘少奇的强烈不满，严格的说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老人家在60年代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触及到我们新中国建国以后我们体制的某些弊端，这是我们国内在49年以后从来没有人不可以公开的谈这个官僚体制的问题是老人家在64年左右开始谈这个问题了，在这之前谈的一律是反革命，一律是右派所以毛泽东是第一次提到这个官僚体制的问题这个所谓官僚体制在当时的语境下就认为是官僚主义和群众的矛盾的问题，就是指部分的干部欺压群众，欺上瞒下这种行为的问题，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的问题。那么我想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个时候的这种他的这个看法还是有道理的了，因为我们都知道1949年以后我们新中国建立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一个自上而下的这种体制，因此我们的干部队伍也是空前庞大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支干部队伍。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研究这个30年代初期的南京地区的南京在33年左右有个江宁县，江宁县是当时的国民党的模范县，这个模范县里面只有一个局3个科，一局3科，也就是一个县干部国民党的干部，县政府的干部非常非常少，非常少干部队伍这么庞大，这是我们新中国以后的现象这个干部队伍一多，他当然和群众他就有一种矛盾吧，就有矛盾了所以这种情况建国以后就干群矛盾是历来如此中央虽然是3令5申用什么方法解决？一个是学习，一个叫整党，一个叫搞运动
他也解决这个问题北京也希望解决我们的干部的问题，但是搞来搞去就这几个模式，通过学习通过这个整党把那些成分不好的人踢出去等等等等再通过搞运动，但是搞过以后1-2年又差不多，情况又差不多，历来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所以我想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官僚体制的问题呢，到在那个时候应该讲是触及到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当然毛主席看到了官僚体制的弊端，他在1964年还提到2个概念，他说我们中国出现了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的阶层。我认为老人家对工人贵族阶层的一个批评可能是意识流，头脑里意识流这个就流出来了没有真正的思考。因为我这里有个数字，同学们你们可以看中国在当时城市的工人工资最高的地区是上海上海工人，我这里的数字是上海总工会的一个数字，上港总工会的数字里面提到，在1961到1965年平均拿40块钱到60块钱一个月工资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占上海工人总数的89点几吧就是月工资在40块到60块的，占职工总数的89.69%。那么这个钱，我们说肯定不是工人贵族，了。所以工人贵族这个概念是老人家意识流出来的那么高薪阶层是40我这里好像也有一个数字那么我想高薪者是什么人？高薪者的主体是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军队中的高级干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建国以后我们军队干部的工资要比地方干部的工资要高，所以军队干部是高薪者的，军队领导干部是高薪者的主要来源。第二个是地方的高级领导同志，以及原资本家，就是工商界人士，以及著名演员，什么马连良啦，像这样的一些老先生，以及高级知识分子，这就是新中国高薪阶层的那些组成人员那么这里好像有一些数字可是我的意思是，在推动国家工业化的1950年代，老人家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特别不准进行工农收入差距的比较。大家还记得梁漱溟先生在53年为农民翘苦，被毛主席狠狠地批评了，对不对？这是不允许谈的而且广大农民看病难，这当然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我的意思，广大农民看病难是建国以来一直是这样，并不是今天，建国以来都是这样那么是个突出的问题。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严格的等级森严的干部保健制度，也就是被老人家批评的城市老爷卫生部。城市老爷卫生部，我这里要强调一下，城市老爷卫生部它的服务重点主要还是领导同志，并不是一般的市民所以城市老爷卫生部实际上是为那些领导同志服务的。但是我这里要说了，等级森严的干部保健制度是历来如此当然是有问题，这个保健制度肯定是有问题，可是过去从来没有听老人家批评过毛主席你什么时候在50年代批评过干部保健制度的呢？没有没有批评当然60年代毛主席注意到高薪阶层这个问题，这对他是个飞跃他也提到干部生活特殊化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可是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些现象，我觉得可能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高薪者，特别是那些领导同志，他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无非就是想多舒服一些贪图舒服或者是在群众面前摆威风，欺压群众，欺上瞒下，这种行为是一种叫特权行为。特权行为不一定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毛主席批评官僚主义者，批评官僚主义无疑是正确的。我今天也认为64年不管他什么背景，他这样批评都是对的正确的。
因为说到底，这些特权行为是和党的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不一致的。可是20多年前，那个王世卫在延安不是也是批评了吗？也是批评这个问题吗？却被认为是反党。王世卫在1942年批评是分3等1分5色他批评这个现象，但是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那么到了1957年，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又提出这个问题，全部都被认为是叫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都被打成右派。就1957年，凡是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全都是右派这是没问题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在中国，在苏联，批评干部特权问题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过去俄国的那个托洛斯基，他说他有一个概念，他说叫工人国家退化论。原先是工人国家退化成官僚国家，叫工人国家退化论。50年代，南斯拉夫有一个理论家，也是铁陀的战友叫德热拉斯，今天我们翻译叫杰拉斯。杰拉斯有一个概念叫新阶级那么苏联人看到60年代初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攻击毛是半托洛斯基分子应该指出，毛主席批评苏联和东欧那些国家出现了特权情况、特权阶层，我觉得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毛在60年代初批评苏联和东欧出现了官僚阶层，他这种批评是对的包括今天我们很尊敬的铁陀同志，大家都知道铁陀同志非常了不起，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民族英雄，但是铁陀又是一个美食爱好者又是一个高级钻石的热爱者这个都是这样子的了德日拉斯批评了一下铁陀同志，把德日拉斯抓到牢里面去了关起来关了很多年嘛所以这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那么我想毛主席希望中国不要出现苏联和东欧这样的情况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认为我们的干部变坏大概有几个原因老人家的世界里他有分析，他认为我们的干部为什么会变坏呢第一个原因，本来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所以这些人这个概念，他们这些同志给他们一个概念叫做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年龄大的同志都知道经常那时候我们看到某某人被揪出来了，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爸爸是地主，虽然他37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但是他的根子是个地主，所以他叫阶级异己分子。所以这类同志本质上就是坏的，他是混入共产党内，阶级异己分子。这是老人家的第一个判断，坏干部的一个背景是阶级异己分子。第二个，好人变成了退化变质分子。毛主席说，就是这些人都是忘了本，被地主、被资本家用几条香烟、几瓶好酒，还有美人计拖下水第三点，我们的干部为什么会变坏？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解决的办法是什么？60年代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给我们指出了光明大道，解决干部脱离群众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干部参加劳动。所以这一点今天看的话这是我题外话，我觉得干部参加劳动也蛮好的就是1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参加1次劳动吧这点应该是对毛主席的那个时代的一些因素我想有些还是有用的干部参加劳动，从63年开始强制性的要求干部参加劳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加强思想学习总是要学。第三个，搞运动就是这几个方法，就解决干部腐化，就是这3个方法，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可是老人家在60年代初之前长期默认一个规则，就是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是1957年的铁的规则。当时一个流行的一个说法不是流行的说法，就是一个差不多公开的说法，就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他是通过党委、省市党委一直到车间党支部来落实的。反对支部书记
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啊，因为毛主席他在北京啊，他的领导是这样子下来的，所以任何领导不能批评的，批评领导就是批评毛主席。这是一个1957年的教育了全国广大人民的，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非常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到60年代初他好像改变这个情况了？我想可能毛主席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也就是在60年代初，表面上国内是一团和气，干群关系好像没有问题，其实毛主席老人家他知道国内的干群关系有严重的问题，群众对官僚体制有严重的不满。这里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我们知道1962年大饥荒它的灾荒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当时的中央，也就是少奇同志领导的，为了保护干部、爱护干部，把61年下半年的一个政策给它扩大化。61年下半年在8、9、10月份，中央有一个政策，在经济特大困难的时候，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统战对象等等，给予副食品补助。啊，这是国家在61年下半年对少数的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海外统战对象等等等等一个政策。可是少奇同志到62年的时候把这个政策呢给它放大了，放大到什么呢？照顾党的17级以上干部，每人都有一份，每人都有一份。62年，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叫《焦裕禄》？焦裕禄那个电影，焦裕禄是62年的春天被党派到兰考县做县委书记的。我们看62年是多么一个困难的情况。可是就在7000人大会这个前后开始对17级以上的干部进行副食品补助这个补助，比如说每个月当然今天看都不算什么补助了，每个月2斤黄豆2斤肉2条烟可是在当时，这给群众深刻的刺激，深刻的刺激。当时的理由就是干部是带领群众要救灾救荒，所以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可以先吃一步，比群众吃好一点所以各地当时都在搞这个东西比如说辽宁省就通过在62年春天搞一些叫马列主义学习班，把这些17级以上干部送到招待所里面学一些马列著作学2个星期以后或者是1个月身上的浮肿都没有了脸色都好起来了，都开始好了四川也是这样，全国各地都找一些名目让干部到招待所去吃去。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至少到今天我没有看到说是毛主席来支持这种情况的，这是刘搞的这个情况，刘少奇搞的。所以刘主席被认为是广大干部的贴心人，广大干部贴心人所以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强烈不满，就是60年代初的。我想毛泽东在63年、64年做了一些努力来缩小他称之为的3大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什么等等做了一些努力。这个努力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强制性的；第二个取消军衔制；第三个从他老人家开始降低工资，干部降低工资，从65年开始，许多干部包括军队高级干部都降工资了。毛主席原来工资每个月是600多块钱，到64年、65年以后降到404块做了一个示范性效应，就表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文革初期毛泽东又提出来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什么巴黎公社式的原则进行选举，以后有很多很多文革中的所谓新生事物但是从以后的我们看这个我要看了，就从以后的事实看，毛主席的这个反官僚主义，支持群众的大民主，我觉得他的这个思想里面是充满矛盾的，因为消灭农村的市场因素，建立城乡2元体制，这是他及中央强力推动的。这当然和50年代初国家要推行工业化是有密切的关系。农民的长期贫困是和公社体制相联系的，而这种体制
又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被毛主席坚决维护的。啊，文革前毛主席对官僚体制的批评，文革初期他对所谓制度创新的支持，都反映了他要创建一种所谓理想的社会主义。可是我想说，这些东西都是围绕他的政治布局来展开的，政治布局来展开的。那么我的基本看法是，他是一个激进的左翼，他是左翼，激进的左翼，是运用一切方法，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方法什么法家的那一套等等等等，包括用传统的资源和传统的方法来实现他理想的那个左翼。但是他又有左翼的限度问题，他不时会根据情况的变化，从他的左翼高度后退。比如说，我们这里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16条中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间提到要用巴黎公社式的普选，有没有？根本没有，以后根本没有。为什么呢？当他的这个政治布局刘少奇打倒了，他要建立新秩序了，他根本就不要这个东西了，他就不要了所以那些理想主义层面是和政治上的布局是联系的当政治的目标实现了以后，他就从他的那个高度会后退那么我这里的看法是，他有着互相矛盾的两面。一个他是这个体制的最大的造反者这是无可置疑的。第二个，他又是这个体制的最大的维护者，他的矛盾性，他的内在紧张性都在这儿都在这儿，无可置疑。毛主席发动文革，我始终认为是有思想的背景的，不完全是什么权力好像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以为就是一个权力权力斗争，不完全的，是有思想的背景的。但是他也要拿回他感到已经丢掉的那个大权。大权旁落这4个字不是我讲的，是老人家自己讲的。1966年10月25号，他在北京说，他多少年来大权旁落，大权旁落那么现在好像我们学界有的时候流行一种分析模式好像一提到这个毛主席的这个层面就好像不深刻不学术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毛主席哪是一个单纯的学院里面的思想人物呢？他是中国这个几亿人口大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最关心的就是他的那个革命的大权这个是无可置疑的最近我看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王震同志。王震大家听说过他的名字吧？王老先生说，他最爱的事、最关心的事就是权的事。他最关心，他没有什么去谈革命大道理了，也没有说弗拉基米尔伊利奇、毛主席了，都不说。他说我最关心的就是权，因为没有权，我什么事都不能干所以毛主席，当然我这里意思是，老人家觉得大权旁落，他要把它拿回来毛泽东以后说，他说从7000人大会他就看出问题来了。可是我要讲，看出问题和要解决问题不是一回事。也就是62年以后，他想解决刘少奇第一个有没有下决心，第二个就是想解决，条件也不成熟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形式上退到了所谓第2线，刘少奇在第1线，而刘的这个第1线的这个也是毛泽东安排的那么刘少奇从1945年开始就是党的第2号人物，这20多年来，好像党内基本上也接受了刘的这个第2号人物的角色，好像干得也不错，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的方法。毛主席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所以他对这个军事上的很多方法，他把它运用到政治方面我下面讲的这个迂回面临困难，但是我想他的资源是巨大的，毛主席所拥有的资源是巨大的。第一点，他拥有领袖的巨大威望这是别人没有办法比的。虽然因为大跃进的失败，毛主席在党的高级干部的心目中威望有所损失。我讲的是党的高级干部省部级干部都知道老人家是有错心知肚明，都知道。但是我们的刘主席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的会议上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看法，不可以的，严禁对毛主席的任何批评，这是留啊。那么，同时我们今天也可以知道，有很多资料可以看出来，啊，在困难时期，在我们的普通群众中间，事实上也出现了对毛主席的议论。这里我还要提到我们的丁学良教授。丁学良教授早几年写的一篇文章，我最早认识的几个什么持不同政见者，他就提到他的一个表姐吧，是不是你的表姐？他的表姐是一个农村的一个贫下中农的小姑娘，12、13岁，困难时期居然在家里面，对毛主席有不敬之词，啊，不敬之词了啊。所以这个情况不是丁教授一个人所体会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资料，就是广大劳动人民中间的若干部分都出现了对毛主席的议论，啊，对毛主席议论在困难时期。可是我的意思是，在那个时代，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如果对毛主席有议论，啊，都会被当成是现行反革命，被立即破灭，这是无可置疑的。当然你在家里面没有人报告，那别人不知道。如果是知道了，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困难时期也不可以允许对毛主席有任何议论。所以虽然如此，我们的毛主席是何等英明，他是心知肚明，党内外全国都有一种对他的不满的这股潜流，他是知道的，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务之急是怎么办？是放任自流，还是给予回击？我想老人家他斗争了一辈子他选择的是给予迎头回击。这个怎么回击呢？他自己起草中央文件，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当然这里也可以看到毛主席当时的有些无奈本来这些工作应该是刘少奇做的你们都装聋作哑都不说话，现在逼得毛主席亲自己出来写文件下批示全国人民应该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今天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了，老人家自己写特别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要学习毛主席讲的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写的这个可以理解，他绝不妥协。你们不说我来说，那没办法了，因为他们都不说本来少奇同志说的是很溜的，最会说的现在他不说了那么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彪站出来。林彪是在这个毛主席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毛主席有力的支持，毛主席迅速的给他一个回应1964年毛主席提出来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在林彪同志什么领导军委工作以后，各项工作有新的发展，有新的创造。所以一个是林彪提出来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这是60、61、62林彪不断提出来的。毛主席马上说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毛主席和林彪在这个时候特定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互动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良性互动，少奇同志怎么办？无可奈何。为什么？本来你就是最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你今天放弃这个工作不做林彪来做，你有什么理由去堵他的嘴你这个批评林彪，你要给林彪降温的话，肯定要让毛主席和林彪产生误会。所以在62年以后，林彪不断的鼓吹对毛主席的崇拜，这个过程中刘少奇是无能为力因为他老人家本身自己也是靠宣传毛泽东思想起家的。当然少奇同志自己还有很多贡献的了，但是其中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我讲的毛主席的有利方面毛主席回击宣传毛泽东思想。第二个，中苏论战。毛主席在62年以后这个我想沈志华教授他肯定会谈过中苏论战升温，毛主席绝没有降温的任何这个想法，就是升温就让它升温中苏论战给毛主席提供一个便利，就是把国际的反修和国内的反修连成一气，连起来。可是我们的刘主席呢？刘主席又是断裂。刘少奇第一
不想那么尖锐的跟苏联搞坏关系。刘少奇他对苏联的感情比较深的。刘少奇是1921年到莫斯科去的。我这里要提一个背景：1960年，刘少奇参加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参加第2次莫斯科会议。由于谈得还可以，毛泽东同意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的这个名誉访问苏联各地。刘主席去了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的群众大会上，居然情不自禁脱稿了。中央的稿子给他定下来的这个稿子，他脱稿了，兴奋地谈起自己对苏联的感情。他说1921年的时候，我还是20多岁的人，20多岁的年轻人。我们当时为了到莫斯科去，我们沿途走了快2个月，走到森林边上都是停下来砍木头，然后放到火车头烧，2个月左右才到莫斯科。他讲完以后，全场的明斯克的20万群众站起来，很多人流眼泪唱国际歌，而且刘主席在兴奋中间居然喊了一个口号：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万岁！这是60年11月，他脱稿了。他的青年时代起码有几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所以刘呢，第一个，当然他以后同意反修，但是不愿意跟苏联搞得那么僵，他和毛的态度不一样，以后在毛的压力下也认可要反修，但是希望国内还实行一个相对温和务实的一个路线，所以就造成了断裂。毛主席呢理直气壮，占领了反修的制高点，对外反修。他说苏联变修是苏共20大，为什么变修？是因为反对斯大林，反个人崇拜，对内不搞阶级斗争，专搞经济建设，奖金挂帅，利别尔曼，对外和美国缓和关系，中国的修正主义呢是对内搞3支1包，对外搞3和1少，所以毛主席他这个内外都连在一起的。毛主席还抓住中苏关系紧张的这件事情，调动全党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热情，刘少奇只能跟着毛主席的调子走。但是作为一个反修战士，他总显得底气不足。反修战士是当时的一个称呼毛主席以后把这个称号送给了康生，康生死的时候，中央给他一个称号叫光荣的反修战士，我们刘主席作为反修战士，好像这个底气都不太足，康生作为反修战士，他是名副其实的，所以刘主席果真没有几年，毛主席就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铁帽子给他加上去，所以中苏论战对毛泽东是有利的。第3点，我讲一线和二线的模糊性，为毛主席的反击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一线和二线，我们知道一线二线从来中央没有制定过一个一线二线工作法则，大家知道吧？比如说我们都有什么东西都有一个章程的了，过去书记处有一个书记处工作章程，什么章程呢？就是1个星期开一次会，书记处主要解决哪几个问题？一个是人事任免问题，一个是什么问题？可是一线二线从来没有规定的，没有一个条文，完全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虚拟的东西，一个虚拟的。那么我想毛主席在1960年上半年还在一线，虽然老人家在59年把国家主席这个位置让给了刘少奇，但是60年上半年毛主席还在一线，具体领导大跃进，包括1960年初的叫继续跃进，大跃进58年一个，60年还有一个叫继续跃进，这个跃到1960年的8月份跃不下去了才停下来的。60年的8月份全国出现极其恶劣的大面积的饥荒，所以这个大跃进就停下来了。我的意思是毛主席60年上半年还在前台，60年下半年经济情况极度恶化，毛主席退居二线了，开始真的退居二线。那么老人家在60年下半年，特别在61年，他做了一个甩手掌柜，事情让刘少奇他们去做了，基本上老人家这个时候在南方，但是他密切地观察到北京，注意北京的一举一动，所以我的意思是，刘主席主持一线是什么呢？就是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是重要的决定、重要的人事安排都要报毛主席同意。1961年4月，赫鲁晓夫为了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当时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赫鲁晓夫提出来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还有多少50万吨的古巴糖。古巴糖啊，我们知道当时糖非常重要啊。中国当时因为没有糖，我们从伊拉克进口了很多叫伊拉克蜜枣，所以我都完全有印象，因为我当时吃过伊拉克蜜枣。伊拉克蜜枣经常有很多细菌，所以造成我们中国的肝炎的流行。肝炎流行啊，伊拉克蜜枣，就是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了。没有粮食，没有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央常委会上已经做了决定，接受苏联的粮和糖，但是他们这个政策，他们没有拍板权。3个人专门飞到广州向毛主席请示，老人家拍板，粮食不要，要糖。连这么一个具体的事情，毛主席都是管的，所以他在二线就是不具体承担领导国家的具体的事，但是所有的大事都是要他点头，所以一线二线是个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东西，很模糊啊。那么1961年，我想对老人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一年，到处都是坏消息都是坏消息。更可怕的是更不是叫可怕了更有点这个比较特别的是，1961年按照党的8大的党章，应该召开党的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8大党章专门为毛主席设置了一个条款，本党在需要时设一个名誉主席。这个名誉主席就是为老人家设下来的。如果1961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按照法定程序召开第9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极有可能要做名誉主席可是我说在那个时候，刘少奇等人都没有一个人敢提开会的事开9大的事所以61年熬过来了，一切就好所以我们知道党的8大是1956年召开的，党的9大是1969年召开的。8大开了12个中央全会，就是不开9大毛主席坚决不开9大，当他把刘少奇打倒以后才开了9大所以61年是个非常危险的这一年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去责怪毛主席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毛主席是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是谁给的？刘少奇同志给的1943年3月，由刘少奇同志亲自安排制定了一个规定，就是毛泽东主席对一切事情享有最后决定权本来中央书记处同志是平等关系，但少奇同志在1943年的3月决定中提到，党中央3个书记，毛主席是书记，还有他和任弼时是书记，任何刘的书记只是毛泽东的助手，关系已经就是43年决定讲得很清楚，他们不是同事关系，是上下级关系，毛是主要的，他们2个是助手。所以我的意思是，61年不开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他可以觉得他有这个权利，因为一切大权都是你们同意的那么下面我就要讲准备的问题。我认为在1962年到64年这几年虽然有一些改变，但是呢我们不能说这个毛主席就准备发动文革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毛主席要改变，文革的真正准备是从65年开始的。65年开始，用毛主席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叫刘少奇下台。可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巨大的事变，怎么可以这么庸俗的叫刘少奇下台的运动？这名称太难听对不对？所以它应该有一个充满正当性的名词。最初它的名词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文革最初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4月到5月才正式转词，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65年以后，毛主席做了准备这里我要提一下，就是一个是意识形态准备。这里毛主席老人家有一个特点，一辈子做什么事
他都要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他和刘主席不一样，刘主席经常是在底下搞啊，因为刘主席长期搞地下斗争啊，就是历史上刘主席搞地下斗争出身多啊。毛泽东这个人非常强调，他要师出有名，他对这个理论他一定要有个解释，他要有解释，他要显得堂堂正正啊，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要在理论上说明自己的正当性。所以60年代以后呢，老人家已经不像50年代那样，甚至是更早的时期他自己动手写文章。60年代以后呢，他基本上写大文章不多，但是他会改很多东西，自己提笔写大文章已经不行了这时候主要是要靠助手初期呢，他和刘少奇共用一批人力资源这个人力资源就像陈伯达啦、吴冷西胡神先生胡乔木比较狡猾胡乔木看到这个62年这个8届十中全会毛刘这个他觉得党无宁日了他正好身体不好因为他一直长期为毛主席服务是这个晨魂颠倒，早晨晚上是颠倒的，他的胃不好，所以1963年向老人家提出来他要休养，所以毛主席批准了。说胡乔木在63年就退出毛主席的写作班子，说这个人很厉害他看了苗头不对，早点抽身，所以以后他混过了文革，80年代以后大展宏图就是，所以他们是大展宏图我们知道80年代胡乔木同志非常厉害的，呼风唤雨对不对？但是呢，他在毛刘62年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办生病最好这是。所以我这里讲人力资源不包括这个胡乔木同志可是这个人力资源毛主席最初他是靠陈伯达老人家用陈伯达用了一辈子了，从40年代就用陈伯达，对他功劳很大。我12号还要讲这个林彪事件的时候还会专门提到这个我这里提一下，早期用他，后来慢慢发现也不行了，最好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张姚是毛主席比较欣赏，特别是张春桥，所以依靠江青在上海组织的这个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他们为中心，就为毛主席建构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我们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从63年64年就逐渐的推出那么一系列概念在63年64年通过军队的报刊《解放军报》到党的报刊，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化。比如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复辟阶级敌人是这个党内有党外有这个知识分子中更多那么还有这个毛主席红太阳是什么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的这个大救星1天不学问题多，2天不学走下坡，3天不学无法活这都是当时的词汇。63到66这些概念经过长期的广播宣传、电影、画报、相声，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化，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条件。大家不要觉得好笑这些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第二个，组织方面准备。毛主席从60年代初期开始，他对军队同志有一种特别的信任。他认为我们的军队干部受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军队中没有影响所以他特别信任军队同志。从63年开始，有一个重要的组织建构就开始了，全国的所有公交企业、文教单位普遍设立政治部。比如说清华大学政治部，上海江南造船厂政治部。这个很奇怪，这个为什么要个政治部比如说中国远洋交通远洋局远洋什么中波远洋什么轮船公司政治部。政治部基本上里面是复员转业军人，它的主体是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主要是搞阶级斗争，进行人员单位人员观察，哪些是好人，左中右再分左中右主要搞人学的，搞人人群学人群学。他主要工作就是这个，判断好人左中右，
左中右中间再分左中右啊。那么，我想这个政治部的这个建制，在63年以后就有，使我们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那么毛主席事无巨细了。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毛主席只抓大事，小事不抓，其实不是的。毛主席是大事小事都注意的，大事小事都注意，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注意。他在1965年，他到南方去视察，他在南方下令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改组。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没有电视台了，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只有北京人看到电视，全国很少人看到电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派军队同志就一个军队同志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他都是严密的防范的，做了严密的防范，那么，1966年春天，又任命叶剑英同志负责一个叫首都安全小组，首都安全小组，这都是为发动文革在布局了，那么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叫组织准备，第三个叫剥笋子，笋子一层层剥，老人家自己并不会演，他说就是剥笋子，一层层剥，建国以后。我们就开始剥，第一层剥的是高岗、饶漱石，第二层剥的是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现在剥的是罗瑞卿，下面剥的是最近又剥了彭真，就是剥笋子，因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反革命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第二个呢，如果笋子剥得好，就可以改变。这是毛主席1966年6月10号在杭州和胡志明主席的谈话。反映了他的这种具体想法，就是一层层的剥。那么毛主席在剥笋子中间还释放烟幕弹，马匹刘少奇，因为他现在已经认定刘少奇是他的敌人。毛主席在66年的6月10号和胡主席说，他说这个彭真很坏多少年我就想把他拿掉这个材料都公布的，你们可以看到的。那么他说这个彭真把北京市委搞成是一个独立王国，我的话他不听，刘少奇同志的话他也不听，他现在他在这个批评彭真的时候还带着刘少奇同志，好像他和刘少奇同志都是革命战友彭真不听我话，也不听刘少奇的话，等等实际上他是要马匹刘少奇。刘少奇同志呢，在这方面虽然是个老革命家老地下工作者好像敏感性不够，比毛泽东要差好几个层次刘主席居然在7月份，他向民主党派通报，党中央又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时候，他居然又把自己和毛主席并列。他看，因为毛主席这个话是要传，他们都看到的他说，这个彭真不听毛主席话，也不听我的话，他真的是快到灭顶之灾的前几天，他还不知道，或者他有所知道，但是他还要撑出来，就是他跟毛主席是在一起的所以彭真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我所以这是我们的刘主席在1966年的7月上旬。接见全国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时候，通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情况时，把自己和毛主席并列那么毛主席在65年，刚才我说他准备搞文革，1965年10月，他离开北京到南方去，回到北京是66年的7月18号回来。这是毛泽东主席1949年离开北京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一次出去，所思所虑都是为了发动文革，那么我想，就是前面刚才讲的时间关系我不多讲，就是剥笋子一层层剥终于剥到彭罗陆杨1966年5月，一步步的向刘少奇逼过去已经剥到刘少奇边上了下面我要讲刘少奇这个时间今天是不是讲时间太长了？我争取10分钟把它讲完时间太这个从刘主席的这个60几年的这个情为来看呢，
他在主观上从来不想反毛的，主观上是力图紧跟的啊。我觉得刘少奇同志主观上一直想跟毛的。毛泽东主席63年有一个指示，他说要洗刷几百万，老人家又开始一个宏大的数字，洗刷几百万。这个毛泽东说了以后，刘少奇就要开始落实，所以刘少奇马上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开始搞四清运动，搞四清就是为了回应毛主席的洗刷几百万的伟大指示啊。我们知道刘主席是个理论家，共产党的理论家，他老人家好像也蛮沾沾自喜自己的这个理论家的这个称号的。所以毛主席提了一个东西以后呢，他经常想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之、完善之啊。前面我说过，毛主席在60年代提了一个概念，叫全国1/3的政权不在我们的手里。但是毛泽东主席没有具体讲这1/3的政权是什么政权，是什么性质的政权。我们的刘主席发挥了他的理论家的这个长处，他给他做了一个判断，他说这1/3不在我们手里的政权叫做反革命两面政权。他发明了这个词汇，性质是反革命两面政权，白天是共产党，晚上是国民党啊。而且他还比毛泽东更激进一步啊。他为了让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心，毛主席说1/3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刘主席说不止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他都比他还前进一步啊。所以我想我们的刘主席是非常想紧跟毛的啊。那么刚才我讲了，毛主席又说了工人贵族，工人贵族说出来以后，刘主席又要想办法怎么来对应这个事情了。刘主席就要想办法了。60年他老人家又发明了个概念，他说我们怎么防修呢？怎么防止工人贵族呢？我们应该搞2种劳动制度，2种教育制度。什么叫2种劳动制度呢？就是把工人分成2种，一种叫固定工，一种叫临时工。不要让固定工感觉太好就是固定工、临时工进来的工人，不要一下子让他当固定工，所以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矛盾。文革初期，全国有临时工到北京很多人到北京去这个进行这个什么告状说他们受到歧视等等等等这个临时工、合同工是在60年以后普遍进行的。那么什么叫2种教育制度？刘少奇同志说，我们的全日制教育有问题，经常培养的是修正主义，所以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不劳动。今天呢，我们应该全面的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耕半读。60年以后，这是刘主席推出来的，全国在64年以后大量的学校进行半工半读那么我的意思是，毛主席提了一个概念，刘少奇马上接过来以后有发展，还给予落实。他并不是要跟毛泽东对着干这里我要说。那么我前面讲了，毛主席这个在64年年底批评了刘少奇以后，这1年多刘少奇开始就非常低调，在四清问题上批评了刘的看法以后，刘就很低调大会小会都做自我批评在那几年我感觉到他们2个人在理念上好像矛盾并不明显可是为什么毛主席对刘少奇的不满与日俱增呢？我想主要原因我做了一个分析，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不听话，另搞一套。我们知道在我们共产党内，我们只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家，这个伟大的理论家就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其他人都不是理论家我们知道康生他死的时候，中央给他一个称号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是这个被大家过去叫尊敬为康老的康理论家。康理论家建国以后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都不写文章的。所以中国只有一个大英雄，只有一个大理论家，这就是毛主席那么我们的刘主席总是想搞出自己的新花样总是想有一个新发明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一些特定阶段他任何一点和毛主席相异的观点都会被放大
那么都会被解读为离经叛道。比如说，我这里稍微举个例子，62年下半年，刘少奇主席为了向全党解释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为什么在困难时期会犯错误，刘主席居然把他20年前的旧作，在盐城1940年在盐城的一篇旧文章叫《人为什么会犯错误》，把它重新刊印，在党内的省部级干部中间传阅。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个文章的标题，这个文章就不应该是少奇同志写。这种宏大的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这种题目，你们看看，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人为什么会骄傲，这样的题目是毛主席做的。哎，同学们，你们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比如说论谦虚，论骄傲，这种题目不应该是我们具体工作的同志做的。我们的敬爱的周总理从来不谈这些宏大的问题，对不对？他谈的都是第3个5年计划中执行的若干问题，关于粮食问题。所以我觉得少奇同志的理论上的这个东西本来没有什么事儿。过去毛主席也表扬过他，好像3天不学刘少奇大家就跟不上了，什么等等了，也讲过类似的话。那是此一时彼一时当60年代情况不一样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就会被误解，被解读为离经叛道。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少奇同志在无意中触犯了党对高层生活的潜规则潜规则现在这几年不是流行这个词吗？1964年，少奇同志达到了他的一个新的高峰。这一年的春天，这一年的夏天，他带着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在全国14个省市进行巡回演讲，夫妻双双进行演讲。刘主席演讲2种劳动制度，2种什么工资，2种教育制度，2种劳动制度。王光美同志演讲桃园经验从北京一直走到什么地方？走到昆明。到了昆明，我们贵州省的同志，临近周边的地方的同志省厅级干部全部到昆明去听报告。这一次浩浩荡荡带着夫人的周游14个省市，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在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我们知道毛主席当然是支持江青。毛主席在62年的夏天，刚才我讲8届十中全会的时候，他把江青推出来了江青给老人家封锁在那个冰箱里关了10多年，到了62年10月，毛主席放江青出来放了出来了。但是老人家对江青也就是出席观看了江青搞的几个革命现代京剧，从来也没有带着江青一阵到哪儿去让江青去做报告，他坐在旁边听江青做报告，没有过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从来没有带邓颖超同志去周游各省谈妇女工作的经验，那是没有少奇同志一个老革命家居然忘了。所以我们讲这个可能也没有人提醒他，不会有人提醒他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下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祸从口出，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道理在1964年的8月1号，我们少奇同志在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副部级以上的干部一个干部大会上，少奇同志他做了这做报告讲得兴奋起来以后，他离开了座位，学习斯大林同志了。大家知道斯大林同志，你们看电影看过吧？斯大林同志一般叼了个烟斗，所有政治局委员坐到底下这样坐的，他来回走，边走边讲，这是斯大林同志的领导方式。斯大林同志，但是只有斯大林可以这样子做当然毛主席也可以这样做了我们的刘主席所有的副总理什么副部长、政治局委员、元帅都在这儿，少奇同志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就在这次来回走的时候，讲了一些出格的话
比如说调查会过时了，调查会是毛泽东发明的，版权属于毛泽东，他现在公开的说这个东西过时了，又说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谁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蹲点我们知道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没有蹲过点，其他都蹲过，刘主席并不是想影射毛主席的，但是祸从口出，如果严格的读稿子可能没问题，1964年情绪高涨了所以脱稿，好，出了问题，他说谁不下去赶下去，我告诉大家那个时候下去的人不得了，副总理什么都下去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江苏省的江都县蹲点，叶群林彪的那个太太在太仓县蹲点，所有人都下去蹲点。刘主席的动员能力这么大，一声号令，全国150万干部到农村去蹲点，让毛主席产生高度的警觉。毛主席最后讲了，我讲了多少次都不听，没人听，还是你刘主席厉害，你一讲大家都下去这次会议江青没有参加，但是江青知道所有的情况。会议一结束，江青跑到毛泽东面前去哭，说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了以后才鞭尸的，现在你还没有死，人家就要鞭尸了。江青的这些话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老人家的思想有重大影响好了，我说下面我们快结束了1966年7月8号，毛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非常重要，谈他对文革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多少年又来一次等等等等。7月16号，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武汉现身，这个不是一般的事，同学们你们都不知道，当时我都印象太深了我想丁学良我们都有印象，我不知道老丁有没有印象。不，游长江游泳不得了我这里举个例子告诉大家，毛主席在60年代64年左右65年左右，他对他的身体情况经常放一些假消息，他要迷惑地修反，迷惑外国的敌人和党内的敌人。最近有一个材料公布了，去年前年公布的，是苏联驻中国大使当时的齐尔奥连科大使，在和毛主席谈话的当天晚上给莫斯科的秘密电报。毛主席这一天和苏联的7大使谈话，还有另外一个材料，我们国内的材料有个印证。国内的材料呢是一个周福明同志，现在还是毛主席的那个旧居中南海旧居的那个看管者周福明呢，他写到这一天，毛主席要见苏联大使的时候，毛主席告诉他说，我马上要演戏了我有看到这个苏联大使的材料对起来了。苏联大使说，毛主席对，周先生那个书上也讲，毛主席是躺到床上，精神是躺到床上跟苏联人谈话的。苏大使说，毛主席精神极其疲惫，头发很长，跟他说，我已经接到马克思的通知了接到马克思通知了。毛主席又说，我最近半个肩膀麻，大家知道吧？年纪大的人就是血压了，或者是半个身体麻。毛主席释放假情报苏联大使当天晚上给莫斯科寄报，今天见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说他手上麻这太重要了，这非常重要。哪知道是毛主席放的假烟幕弹他一辈子打仗大家知道声东击西这个是。所以1966年7月16号，突然一下子毛主席游长江，老人家73岁，红光满面游长江游了1个多小时，游了20多级，不得了全世界震惊，这个毛主席身体这么好真是不得了。
2天以后，《人民日报》通栏标题，我当时是小学5年级，我看到这个标题到现在印象很深。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他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政治含义很大，政治含义太大了啊，政治含义太大。我说毛主席终于找到了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具体形式，这就是撇开党的机器，党的各级机关，或者暂时的冷冻党的这个垂直机器，重新组织由他老人家亲自控制的党的意识形态传媒机构，建立一个领袖和人民直接对话的那个管道。毛主席以革命，以人民的化身来直接领导革命啊，这就是我认为毛在文革他为什么要把党委抛开啊。那么果真几天以后，毛泽东回到北京8月5号在党的8届十一中全会上，老人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刘少奇赶下台，刘少奇林彪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那么下面我要讲再花10分钟时间对不起啊，今天给同学们耽误你们时间了啊。好的，我还有几分钟。我下面要分析为什么老人家做了大量的防范。他在65年到66年他防范的非常多，调兵遣将，又是这个军到北京，这里到那里啊，他做了大量的布局，天天担心修正主义者搞政变搞坏事，没有一件发生啊。可以说他发动文革，除了碰到彭真的一点小小的抵抗，我们知道彭真同志为了保护吴晗，跟他老人家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较量的过程，但是老人家一出手，老人家以后讲了一句话，彭真是什么？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他说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动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打倒这是老人家直接的原话。所以毛主席一反击，所向披靡，刘少奇是完全坐等自己的倒台。为什么？我下面分析几个原因。我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毛主席在体制上，在意识形态上，在道义上都有合法性都有合法性，甚至是巨大的合法性。第一个，毛主席就是党，这个概念深入人心。任何人出问题，彭罗、陆杨出问题，刘少奇出问题，都不会损伤党的威信，最多只是要修补一下。这个修补性的工作主要是在文革期间是由我们的周总理来做。我们总理就在文革中间几次会议上解释了为什么刘少奇是个坏人，但是我们现在才把他揪出来那么他这个坏，他的反革命有一个发展表演的过程，我们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像这种解释是有人做的，只要做一个解释，做一个修补就可以了。所以在文革初期到了67年，全国的所有党委都给打烂了，毛主席在他老人家看来也无所谓，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有他老人家在就是党在，有他老人家领导的军队在就是党在。我讲的第一个毛就是党。第二个，从建国开始，我们的宣传部门每1分钟做的工作，主要工作就是歌颂毛主席。李慎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每1分钟都在做的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做了几十年，这个工作的成效极大我们广大群众都相信毛主席英明伟大最多是底下的坏干部欺骗毛主席，毛主席是伟大的这老百姓的根深蒂固的概念。困难时期3年自然灾害那个肯定是底下坏干部欺骗毛主席。所以文革初期我们还听到这样的看法，就是刘少奇是3年自然灾害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明明是刘少奇挽救经济挽救人民，可是到文革一翻是刘少奇是3年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那么我想这个毛主席在文革中间
他对意识形态控制得非常紧密。今天我们知道，文革的所有的两报一刊社论都经过老人家的修改。我这里讲所有的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的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所有社论都经过他老人家的修改。所以老人家工作是真的很忙非常忙的。那么他亲自来掌控意识形态，和由江青、张春桥来传达他的最高指示增加了毛主席思想的权威性。另外，又在这个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下，建立一个领袖和人民直接对流的这个管道。老人家以后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分析了一下子想了一下子，苏联为什么会变修，就是因为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所以老人家在1966年的下半年多次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他说见了他的以后，意思红卫兵就会增加反修防修的那个概念就他有这个想法的。所以我说文革中间我们的意识形态没有真空过，从来没有真空过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实现了毛主席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完全的占领，完全的占领使得他拥有独一无二的任何人都没有的那个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统合力量。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毛主席要修补体制的弊端。我们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觉得毛主席和人民心连心。我们知道在文革初期，少奇同志派出的工作队把许多学生打成反革命，把许多学生打成右派今天我们资料都知道在文革初期的派工作队的那50多天里少奇同志还有一个批示，高中学生也可以打右派，只是高中生的右派要报北京新市委一个个审查批准。打右派可以打到高中生，高中生多大岁数才16、17岁，16、17岁当成右派，大家知道你们可能不懂这个什么概念，就人民公敌人民公敌的是彻底毁灭，彻底完蛋，彻底完蛋我所在的学校南京大学法文专业法四22个同学都被打成反革命，就是在文革初期所以那个工作队打了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今天毛主席说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他来解救学生，给他们平反那么这是一个。毛主席要搞平等李刘主席是照顾17级干部，对不对？你给17级干部什么2斤豆子2斤油等等那么毛主席说这个把这个医生赶到农村去，我们的医疗工作的重点在农村你们搞城市老爷卫生部等等。长期以来，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来，我这里要讲的是反右运动以后，基本上领导是不能批评的。多年以来长期积压下来的青年工人、学生和那个所谓单位领导之间的矛盾，长期积累，长期积压，长期积压文革提供了这个管道一下子宣泄出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对干部特权行为的不满，这种心理今天毛主席来支持我们起来造反。当时有一个歌叫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我觉得不夸张66年的时候，对于那些打成反革命小右派小鱿鱼当时还有一种称号，报纸上都登了反革命小鱿鱼，小小的鱼在里面走小鱿鱼。对于被打成小鱿鱼的人，他当然觉得毛主席亲这是没办法的。所以这里我讲的就是毛要修补体制的弊端。很多人觉得毛代表人民这是第3点。第4点，我讲毛主席掌握了权力，林彪支持他，全力支持他。毛主席对全国的公安，谢富治同志，那个谢富治现在说他是林彪4人帮的死党了，谢富治是完全听命于毛和江青的。所以公安又是在毛主席的直接掌控下我们的刘主席呢，刘主席在60年代就没有参加中央军委，我们的周总理也没有参加中央军委，所以军委是毛主席的最核心的这块地方。这块地方刘主席虽然是主持一线工作，
对军队没有任何影响力，没有影响力。所以毛主席拥有最实际的权利，军队权利，全国的军警大权由老人家直接控制，直接控制。这是我讲的第4点。第5点，我们的刘主席，刘主席多年以来做一线工作，不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身处矛盾的中心，都身处矛盾中心。长期以来这个党内的不同矛盾，不同的山头都有矛盾那么这个矛盾中间有我们军队同志对刘主席的矛盾因为刘主席长期他比较重用一些北方局出身的干部，那么军队同志呢长期以来就有看法，还有其他同志对这个北方局的矛盾那么还有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群众中长期以来对官僚体制对那些东西的特权行为的不满，这一类矛盾，还有我们刘主席本身的一些问题，不是问题了，就他的特点。他老人家有个特点，就是喜欢走偏锋。所谓走偏锋，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那么他在四清运动中间打击面过宽。四清运动，刘主席亲自指导的四清运动是1964年的夏天到64年12月，这半年期间搞得非常过火，非常非常过火，以至于毛泽东出来纠偏的那次四清运动应该讲是毛来纠刘的过火的偏那么又是得罪了很多人伤害了很多人。那么这里我还要讲一讲，所以别人都说刘主席有偏心的一面偏心一个大家长对儿女要公平，一碗水端平，但是总觉得刘主席偏心，他偏来偏去，偏的是北方局的那摊子人，这是一直对这个大家都有看法。再有一个，我们的刘主席性格很怎么说这个性格比较很持重，很严肃，很严肃，这是他的风格我们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大家都知道比较随和，起码在跟群众接触的中间什么小同志你多大岁数爸爸妈妈在哪里啦大家知道吧？这是毛主席周总理都是这样子的总理甚至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厨师，他的名字都能叫出来，他对他们都很好我说毛和周都有亲和性，个性上有亲和性。我们知道那个大儒家徐福观先生1943年在延安见毛主席的，他马上就被毛吸引住了。他说毛是有那个魅力的，毛叫他去看看刘少，说你应该看看刘少奇刘少奇应该跟他谈个话。他见到刘少奇以后，他说刘少奇怎么一点没有任何特色，没有特点这是徐福观先生1979年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他1943年，徐福观先生当年是国民党少将，国民党派到延安的观察员，对中共当时的高级领导人物有近距离的密切观察。毛是有亲和性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材料去年夏天我和金聪吉先生还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金聪吉大家知道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常务的副主任，是我们官方的毛传的主编，官方的周传的主编金先生和我们都看到一个材料，都觉得这个材料很重要。这个材料是谁写的呢是反映的是一个50年代刘少奇同志的一个老司机给少奇同志开了1年的车，但是这1年期间少奇同志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不说。那么当然写这个材料的人说，因为少奇同志长期从事地下斗争，所以他的性格比较严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可是我们想一想，给中南海给刘主席开车子的人，他的3代或者5代都早就审查过了，查3代查5代都要查过的，大家知道吧？一定是没有任何问题才能给这些最重要的领导同志开小汽车的我这样说的不是批评什么，我的意思是个性的问题，个性比较这个严肃，不太和人交谈。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会被认为在文革的那个东西，那个特定的背景下被激化出来。我们说文革前
虽然在64年，刚才我讲64年是少奇同志到了顶峰，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为了宣传少奇同志，全国放过一个电影，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师还记得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名字叫《燎原》，星火燎原的燎原。这个电影是以安源大罢工为背景的，是歌颂刘少奇的电影。这个电影呢，主人公，你们听他名字，这个名字叫雷幻觉，像春天的惊雷一样唤醒人民的觉悟，简称雷幻觉。雷幻觉就是少奇同志，把很多李立三的光辉事迹也加到他身上，一部分是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事迹，几个合成起来，雷幻觉同志。我的意思，那个高大全呢，文革中的三突出高大全，64年也一样的啦，也曾经捧过刘少奇的啦。那么全国人民也看过这个燎原，但是毕竟和毛主席相比，这个燎原也就是一部电影吧，一部电影。广大人民对刘少奇同志的体认感不太深。60年代还有一个体认，就是我们看过刘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这个电影影响很大，广大人民都通过这个电影认识了王光美同志，对不对？真的是，你们可能都不晓得，我们63年、64年，老师都带我们到去看那个纪录片了刘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所以，我们老百姓了解的刘主席，一个是刘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一个是雷幻觉，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大学生和机关干部都知道，少奇同志50年代提了一个重要概念，叫做党的驯服工具。大家听的都是这些东西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你们可以查到的，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你放哪里就哪里那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少奇同志在60年代初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为挽救我们的国家的经济，为挽救人民生命做出的那么多的贡献，我们不知道那个年代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毛主席所以我的意思是，老百姓知道的就是报纸上告诉他们的。毛主席发动文革，应该讲是有相当的干部和群众基础的我印象中，当时我们很多人对刘主席倒台是吃惊，很多人很吃惊，很震惊，一下子从第2号人物变成第8号人物，很吃惊，但是没有人难过。我不知道有些年龄大的老师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和总理完全不一样总理那个76年1月8号去世，全国人民都难过，心里难过悲痛刘少奇同志下台大家不难过就是很吃惊，可是不难过，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毛主席发动文革搞的很多东西是超常规的，他是背着中央一线领导做了很多事情那么1964年年底，他当面向少奇同志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这样的话不是共产党领导人之间那种常用语言，对吧？常用语言不是这些东西，常用语言一般都要用另外一套语言说话的但是我还是要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大多数的步骤，他的拨笋子的大部分的这些内容，都是通过刘少奇，都是通过中央的会议用合法的形式实现的，都是假手刘少奇，他就是搞刘少奇，也是让刘少奇主持一个会议搞他自己的会议这就是毛主席都是通过他的，也就是符合组织程序。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符合组织程序。那么从1965年开始，我们正式的表达就是毛主席党中央，以前是党中央毛主席，从65年开始就改过来了。所以毛主席就是党，就是人民，就是革命，他就是真理他做任何事都可以。在那个年代，我们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党的团结顺从他，人民崇拜他，使得老人家真正拥有不受制约的任何权利，或者叫无限的权利他没有无限的权利，文革发动不起来的。如果真正的按照组织程序是发动不起来的好的，最后我想讲，文革发动到今天已经40多年了。我今天谈的呢，是根据
我所看到的历史资料，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啊，把我的一些看法和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交流。但是呢，我想讲，我这个也只是一种解释，一种看法。有一个理论家说过这样的话：历史乃是叙述过去，但绝不等于过去。啊，这有点相对主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今天到现在为止，有关文革发动的很多历史档案还没有开放，啊，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和各位谈这个问题的，也只是作为一种解释，供各位参考。也就是啊，请你们这个多批评多指正。好，谢谢大家。